我什么都可以没有啊，可是我不能没有老婆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当何小姐。安庆辉、安博辉，你们想跟谁？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我们都是智者；可是，在自己的故事里，往往只是卤蛇。所以啊，有话就要说出来，要不然对方永远不知道你是感动、感谢还是需要。可是每天都会见面，说出来很尴尬。说不出来的时候，那就拥抱啊。你是介绍人呐，以后你小舅跟小飞结婚的时候，你要上台致辞。也许是那一个人，也许是那一个吻，生命里陪着我们走啊走啊。现实里我能认分，爱情里不能认命，幸福会过阵不停，追啊追啊。相信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虽然从来我都不期待奇迹，直到遇见了你，相依为命，我才一次又一次喜极而泣。为了你是我命中温柔的奇迹，而我还在学习拥抱这奇迹。曾经碎了的心，不药而愈，原来我的许愿都有被回应。无颜见人，先溜。要去，不要去；要去，不要去。去。
要去，不要去，要去，不要去。从你身旁逃离，努力要和自己相遇，现在失去你，于寂寞中间隙，勇气，世界宽广像回忆延续，不能待在原地，远距离，可惜要和自己相遇。这个星期六有空陪我去喝一个老朋友的喜酒吗？走开啦！宣布一件事情啊，知不知道这星期六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啊？什么日子都不关我屁事，我要忙 B 展。果然不知道。果然不知道。来，看清楚了，不用谢我。谢谢，人家早就已经加我好友了。这个看清楚了。哦，你反应这么迟钝，知道怎么交女朋友啦？拿一嘴摆在你前面还不懂得吸，还要别人喂。自己吸啊！这星期六是洗发精的生日啦。一生只有一次19岁生日。不然18岁是有2次哦。你8岁生日是不是过了10次？啊，朋友只能做到这了，剩下的你自己看着办。所以这次小剧场又有什么轰动我的内容？你是不是都没有在 follow 尼咕噜小剧场的粉丝专页啊？是不是？早就暂停了啦。啊！暂停了。有，终于玩腻了。拜托，我怎么可能玩腻啊？我开10个都可以，好不好？不是啊，是我想说要插大了，想说找一个补习班，临时抱佛脚一下，而且之后还要准备 B 展的东西，还要弄我自己作品集的东西，想说先暂停一下喽。哇塞，怎么突然变这么上进啊？拜托，为了梦想中的戏剧系。你真的要读戏剧系啊？哎，对啊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想好了，如果我真的考不上啊，那我就先考到别的系，再转系。平常看你，我以为只是爱线，你是来真的哦。当然啦、啊，你嘞？除了谈恋爱之外，你的人生的目标呢？反正就通通都报一报啊，到时候上哪间就读哪间。啊，万一通通都没上嘞？怎么可能？你不知道，人生就是要有目标，你才会前进，懂吗？才有未来。哎，真的要好好想一下要干嘛了。你看人家洗发精才4年级，都已经有目标。什么目标？亲爱的，再等我1年哦。辅大辅大是没超的，没超正。辅大考得上吗？我还是可以试试看啊。
星期六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吃饭好吗？不对，如果是罗小飞，他应该……学妹，这个星期六晚上也吃个饭吧。赞。发送。酷酷，我已经跟家人约好一起吃饭了，改天好吗？生日本来就应该跟家人一起过的。好哦，等你有空记得跟我说。希望今天呢，大家能做到就是2个字：专业。尤其呢是艺人的隐私以及艺人的动线，希望大家特别注意。好，各位去做自己的事情吧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呢帮我放在前面去，好不好？对。谁找我？哦，前面那位赖先生。好，谢谢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萧野石，请问你是？你好，很冒昧打扰您，我姓赖。哦，我是罗小飞的朋友。哦，我们6点开始入席。我知道，是这样子的。其实小飞他一直很期待能够来参加您的婚礼，可是他的今天工作突然有点状况，所以很抱歉，他必须缺席了。可是为了表现他的诚心的祝福，他特地托我要把这个礼物亲手交到您手上。也祝您跟夫人百年好合，间谍情深。谢谢。我想您今天应该很多事情要忙吧，我就不打扰您了。祝福您跟夫人的婚礼圆满又顺利。哎，你是小飞的新男友吗？其实我希望这一次会有一个好结果。上次那个小孩实在太儿戏了。谢谢你的祝福。从今天开始，小飞的幸福我会负责到底。任务达成了，谢谢。我跟他说你工作上突然出了点状况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哦，没问题啊。然后他还要我跟你说谢谢。哦。哎，想吃什么？你不是胃痛吗？哎呀，其实我不是胃痛啦，我是突然想起前一阵子我放了一个客户的鸽子，然后那个客户跟我这个朋友又有交情，我想他应该也会去吧。
怕到时候见了面尴尬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喽。而且，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朋友，早就不熟了，不去也无所谓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间意大利餐厅，它的龙虾意大利面特别好吃，我们去吃好不好？好啊，走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啊。他是你的前男友吧？在没有我同意之前，你哪都不能去，你听到了没有？你的指甲也听到了没有？你哪都不可以去，听到了没有？遗憾，经历过遗憾，才更懂得珍惜。喂，怎么那天没有你的消息啊？我有事要跟你说。电影停拍了。怎么啦？北京投资方突然撤资了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要我现在过去？还好。其实现在没事了，我们只停了几天。新的投资方已经到位了。新的投资方？是柯美双吧？小飞，你听我讲，不要胡思乱想。等一麦做了，我一定会把欠他的钱全都清清楚楚的还干净。小飞，
飞，你等我。没有负担，没有打算，像自己一样把酒言欢，不再波澜，再次勇敢面对你。我们聊了好多好多，微笑着诉说诉说，听你说曾经的我，原来心思全在沉默，那时只会冷漠，猜测是自话自说，不真的爱你的我，并不想对感情失落。58号罗小飞小姐可以进来看诊喽。不乐观啊！反反复复改100次有了吧？第一部电影啊，当然要小心翼翼啊。不是说不能改啦，我知道很多神作品也是这样磨出来的啊。可是我觉得，哎，有话快说啦，小心憋死你。好啦好啦。我是觉得哦，萧导好像已经忘记当初拍这部电影的初衷了。男主角背影的长镜头可以先删到一半，并把下面2场戏音色进来。一个人，别傻了，罗小飞。你以为这样，他的电影就会成功吗？还是你以为这样自欺欺人，你们的爱情就会成功了？我不能放弃为你找到幸福的可能。他是不会离开柯美霜的。这一点你比谁都还要清楚。闭嘴！你苦，他苦，那个女人又何尝不是呢？闭嘴！你圆满一生，不用担心我一定奋不顾身。你不需要知道谁会伤心。也不需要知道谁正在想着你，只要知道别停下。我是过客，不是解答，它才是最高的目的地。不需要知道谁会伤心，也不需要知道谁正在想着你，只要知道别停下。我是过客，不是解答，它才是最高的目的地。你不需要知道我的真心，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想着。前进，擦干每个泪滴，这样我曾经的存在才有了意义。你在看什么啊？我叫你老半天了都没有反应啊，太早起床，有点累。八大娱乐新闻想要先采访我们。我们电影做宣传的时候，那个芳姐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一直很帮我们的。啊。不让拍的话，不好意思嘛。
而且他们机器都架好了。好。哦，美霜姐你好，谢谢你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夏导跟美霜姐交往有没有10年啦？差不多吧。差15天，就13年了。哇，这实在太感人了耶！真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哦。谢谢。可以维持13年坚定不移的爱情，到底有什么秘诀呀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死赖着不走。感情哪有一帆风顺的？重点是，只要你确定了、看准了，他就是你想要的话，那就告诉自己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绝对不放手。其实我们分手过1次，而且是他要分的。让我们好聚好散吧。好聚容易，那好散呢？怎么个好法？钱我会还你。怎么还啊？你告诉我，你萧大导演户头的数字有多少？我不清楚吗？一个小公司经营不下去，电影上映不到1个礼拜就下档的大导演，你以为有人还敢投资你吗？至少我可以去帮人打工，拍广告。你要多久还清？5年？10年？要不我签本票给你。总之，我绝对不会少你1分1毫。那5年、10年的感情呢？你要怎么还？美霜，我求你。求你放了我。我一定要你知道什么叫做身败名裂。放过你。我一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报应。您
转接语音信箱。罗小飞，听着，我自由了，我终于自由了。罗小飞，罗小飞，才华洋溢的萧野石已经过时了，这是我看完那部电影的唯一感觉。偏偏我这个人最大的特色呢，就是务实。讲难听一点，就是自私。没错啊，我是爱过他，但不是失败的那个他。既然知道自己终有一天会瞧不起他、抛弃他，又何必走到最难看的那一步？所以啊，想通了这一点，我马上就当机立断地抛弃他了。很惊讶我是这种人吧？一点都不惊讶，因为你绝对不是像你所说的那种人。哎，这是我的故事，当然是我说了算啊。对不起，我还是比较相信我眼睛所看到的。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你好像不是真的在笑，所以我大胆的假设，你之所以把自己讲得这么绝情，是想替他找借口吧？看来你真的不够认识我。可是我看到，我最近听朋友说一个关于幸福的理论。他说，如果你在另外一个人眼里总是那么好，那也是一种幸福。如果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好，这也是一种幸福。赖先生，等一下，对不起，我觉得你好像要讲很重要的事情，在你开口之前，可以先让我喝个水吗？不好意思打断你，你请说。就是关于你问的那个答案。我想，人跟人之间的交往，不应该是有目的性的，对吧？所以，我觉得我们不能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。我懂，你说的这些话我都懂。其实，我可以拥有一个像你这样的朋友，其实已经足够了。我愿意跟你交往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对未来设限？只要珍惜当下，你同意吗？对不起，不，
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对未来设限，只要以珍惜。可以，可以。这5分钟，是我这辈子度过最漫长的5分钟啊！可是真的好值得啊，值得哦！谢谢你。我可以叫你小飞吗？可是有一件事，我还是必须要向你承认，现在的我，让你爱上我，是我的责任。我可以，不要怀疑我，我一定可以的。嗨，你好，又遇见了。跟安庆辉啊。你好，你们好。伯父好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没有人在家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来找严婷，我是他的学长，只是路过，想说顺便送礼物来祝他生日快乐。严婷跟朋友吃饭去了，需要帮你转交吗？麻烦伯父。要不要进来里面等他？不用。那不打扰了，伯父再见。难怪被当黑道大哥，气场太强了。小心。张伟杰，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用谢我了。
穿这么漂亮去约会啊？嗯啊，今天好像很适合约会哦。那你呢？怎么没去跟妹妹头约会啊？人家有事。我问你哦，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啊？什么感觉？就是那种好像把它吃进肚子里的感觉。所以你想把它吃进肚子里哦？谁啊？你男朋友啊？那你呢？你想把妹妹头吃进肚子里吗？想不想都没意义了。为什么？本来还以为我跟他的距离已经越来越近了，近到只差一步。然后呢？原来我只是一个比普通再有用一点的学长而已。什么叫做比普通再有用一点的学长？就是那种可以随传随到、帮忙赶作业、免费跑腿的那种工具人。我以后绝对不要再随随便便喜欢别人，为什么？除非他先喜欢我。怎么说？免得受伤啊。哎，那骑车难免会受伤，难道你以后就不骑车了吗？慢慢你就会懂。其实欢乐呢，并不能教会我们什么，真正能够让我们成长的，反而是痛苦。所以呀，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受伤，就放弃做自己的主人。永远都要勇敢的去爱你所爱的，这样的人生才叫精彩。那一种因为害怕结果而什么都错过的人生，有什么意义？你应该帮你自己拍拍手。你已经完成了你生命中的第一场恋爱。哪有完成啊？根本还没开始就结束。至少你完成了你自己的部分啊。爱一个人，从来都不是对方的事，是自己的事。来，干嘛？跟我做。前脚弯曲，后脚伸直，手贴紧你的耳朵，慢慢向后延伸。快做啊！前脚往前。弯曲，后脚伸直，低一点，手往上抬，贴紧耳朵，贴紧耳朵，好，吸气，慢慢的吐气往后延伸，吐气延伸，吐气延伸，痛，吸气。
好。对，吸气，保持你的呼吸平稳，慢慢吐气，向后延伸，延伸。极限了啦！平稳呼吸，平稳呼吸。吐气啊，对。来，再往后延伸。不行了，这痛，哪里痛？手、腿、背，全身都痛啦！有多痛？无敌痛。那无敌痛也就这样啊，怕什么？又死不了。你再不放手就很难讲了。哎呀！怎么样？这里有没有好一点啊？你仔细感觉一下，那一种身体被痛过之后，是不是有一种通体舒畅的畅快感？人生也是一样，你不偶尔痛一下，你就会去忘记那一种爽的感觉。怎么样？敢不敢跟我再来一个啊？来就来啊！来，双脚打开，与肩同宽啊。好，手伸直，慢慢向前延伸，向前延伸，背打直哦，背打直哦，背打直，手开高。什么声音啊？不好意思啦，我忘了。对不起，实在是车上太闷，我忍不住。快下车，快下车！对不起哦，我实在应该让你跟小飞好好聊聊天。不过，可是我什么都没听到。刚刚啊，在餐厅啊，我跟小飞，对不起。他怎么了？啊，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这个时候好像不太适合聊这个话题，没什么好笑的，真的。为什么不适合？啊？因为我总觉得，如果我身边的人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做朋友应该要将心比心才对吧？啊？如果我朋友心情不好的话，我一定会想办法逗他开心。答应跟我交往？啊？所以你们之前根本还没开始交往？我等他的答案等超久的，哎，就从遇到你那一天开始，一直到今天，我天天失眠。不过要感谢那个男的，虽然那个男的有点机车，但小飞之所以会改变他的心意，愿意跟我交往，我想或多或少都有因他产生的情绪刺激。所以小飞他才会答应。他是谁？受到什么刺激？就是小飞她前男友今天结婚，所以一段感情啊，之所以会结束，这就好像有一股力量，冥冥之中带你走向正确的答案。想爱你的冲动
没哭没哭，那你拿去擦汗啦。就像我跟小飞一样，要不是她男朋友去娶了别的女生啊，我跟小飞也不可能开始写下新的一章，然后我们两个一定会走向美好的结局。你们俩喝什么？咖啡还是茶？都可以，我来帮忙吧。你可乐。好。哎，你说那招怎么用？这个。刚教完你就忘了。前面膝盖往前呈90度，后脚打直，然后手这样，正常，靠耳朵贴耳朵，然后你直接示范给我看啦。这样啊，然后脚是这样，然后你的手慢慢抬起来，贴着耳朵。哎，你干嘛？这样吗？哎，它会痛啊！吸气维持，吐气用力延伸。安庆辉。反正只是痛而已，死不了啦。痛过之后才会通体舒畅啊。你是在报仇？专心让身体去痛，那样心就会忘记痛了。吸气维持，吐气用力延伸。吸气维持，吐气用力延伸。看起来还不错哦，我也来痛一下好了，这样，脚这样是吧？然后手，伸展一下，果然很舒服。对不起，好像打扰你们的约会了。不会啦，你是小飞的朋友，我认识你，高兴都来不及了。真的啦，专家有说，如果只有维持2个人的感情生活啊，很容易出状况的。我想要携手一辈子的话，维持共同的朋友圈是很重要的。谢谢你，成为我跟小飞第一个共同的朋友。其实啊，失恋这种事情哦，跟当兵一样，没有人是自愿的。不过，人嘛，总得走上这么一遭。但是你只要撑过去，你就是个男子汉。像我跟小飞啊，也曾经有过不愉快的感情经验嘛。说真的，我曾经很灰心的，可是我一直没放弃啊。你看，现在幸福就在我眼前。你现在心情不好，失恋心情不好是很正常的啦。所以我觉得你要去做一些事情去转移你的注意力，比如像旅行、看书，或者去当义工，其实还不错。要不然就运动嘛，像刚刚这样伸展一下，其实挺舒服的。不过你如果要运动的话，我是觉得像棒球啦、足球、篮球这种群体运动比较好，不要选择那种跑步或者是游泳一个人的运动，因为啊，这独处的时候啊，
难免会胡思乱想。反正啊，别督促，保持忙碌，很快你就会恢复健康的。那你们明天要干嘛？不是说要转移注意力，多做群体活动吗？而且我是你们第一个共同朋友啊。那么久过去，模糊的渐渐没了影，还是那么熟悉，眼神出卖了我的窃喜。没有负担，没有打算，像自己一样我就眼光，不再波澜，再次勇敢面对你。我们聊了好多好多，选好了吗？选好了。1、2、3。好，现在选第二个想看的啊、准备好了哦。1、2、3。这一排中间那3个，2、4、6。这边。还是要坐这里？很累，坐哪里都没关系。最后铺垫流泪的画面，呈现给你的是微笑的甜，没有负担，没有打算，像自己一样把酒言欢，不再波澜，再次勇敢面对你。我们聊了好多好多，微笑着诉说诉说，听你说曾经的我，原来心思全在沉默，那时只会冷漠，猜测是自话自说，可真的爱你的我，并不想对感情示弱，不想再辩对错，不想再去琢磨，有些事允许我放在心里不说。我们聊了好多好多，微笑着诉说诉说，听你说曾经的我，原来心思全在沉默，那时只会冷漠，猜测是自话自说，可真的爱你的我，并不想对感情示弱，我依然是我。没什么剧情，就当特技片看喽。我看到结局，我有哭哎。哭的点在那个女主角。等一下要吃什么？你才睡吧就想吃的，你是猪哦。不行哦。我昨天有上网查了一下，这附近有蛮多吃的，我看一下哦。哎，有一间拉面，可是他说要排队。啊，不行了，排队人太多，我都没胃口了。而且我饿死。好，那烧肉怎么样？烧肉还要自己烤。现在有店员帮你烤啦。哎，我不认识人在旁边就很奇怪啊。哦，你很啰嗦哎。就很饿没。好了，我再找一下。可是我这边的资料，要么就是排队，要么就是要等很久，没有办法马上吃的。还是你们有想吃什么？我想吃什么？我想吃啊，鸡排。哎，鸡排又快又方便又香。这个单子给你。哎，你是不是要大辣的啊？对啊。那我要一个辣妹鸡排。
然后你要不要吃定菇汁？好，好。那你还要什么？什么都要啦。酥哦。那我要一个定菇汁。然后地瓜薯条跟爆汁嫩鸡，二郎腿。请稍等一下哦。好，共285。好。总共285。爆冲什么啊？哎，我来。185，300，谢谢啊。超饿的。快好了。怎样？怎样？怎样啦？还算。好了。我觉得你根本不会爱上他啦。你又知道？哼。因为你看起来根本就不想把它吃到肚子里面，比起来，你还比较爱鸡排。怎样？失恋一次变恋爱专家了？不敢当啦，是我老师教的好。可他就是对的人啊！啊？我就老是爱上错的人。终于好不容易可以遇见对的人了，多难的啊！什么叫对的人？为人善良老实，用情专一，说到做到，重视两个人的关系大于自我满足。什么又叫不对的人？仗着自己有才华就不务实，以为地球只围着自己转。满口理想和甜言蜜语，却什么也做不到。还有，明知自己有女朋友还要招惹别人，自私自利，让所有爱他的人痛苦又难过。所以你是骗我的哦？骗什么？什么不能因为怕受伤就不骑脚踏车，不能因为怕痛就不敢去爱，还有什么因为害怕所以错过一切的人生没有意义？这些都骗我的。那是给你们20岁男孩的爱情建议。这么身强体壮，当然不能怕摔、怕跌、怕痛啊。看老娘我啊，30了。30又怎样？30啊，
已经没有本钱去勇敢了，要用理智精挑细选。怎么个用理智啊？比如小赖吧，好人，有稳定工作，基本60分已经有了。常常去当义工，加10分。遇到问题可以冷静分析，再寻求突破，加10分。有耐性，加10分。可靠。可是你不想把它吃掉啊？那就扣20嘛。那也有80啦，多难得啊！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。哎，是你自己说要爱你所爱的。就跟你说，20岁的逻辑跟30岁的逻辑是不一样的，你是听不懂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一个20岁的人跟一个30岁的人谈恋爱，那应该用20岁的逻辑还是30岁的逻辑？如果是一个20岁的女孩，勇敢了去爱上一个30岁的务实男人，2个逻辑都成立啊。那反过来呢？不可能呢。谁规定？什么谁规定的？你想想，一个20岁的男孩怎么可能爱上我这个30岁的阿姨啊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你觉得安庆会爱上我吗？我觉得他……你敢爱上我，试试看。不要动手哦，30岁了不能乱动手哦。 30岁这样不会有人要哦。闭嘴！幼稚。幼稚。我只是觉得这未来好忙啊。大爷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演员会晚一点点到。现在收工，我也搞不清楚，是气自己变了呢，还是气自己没变？那是因为当局者迷。为了要把东西拍好，大家同心协力，上山下海，1分当10分的那种拼劲，大概快消失了。我宁可学着自己面对孤独的旅程，也不愿看你挥霍你的青春，在困住你的人，回忆的时分，只要记得我这个人，不要犹豫，朝着他用力飞奔。不要回头，不要回头，不要停留，不要停留。他不是我，我不苛求，和你相拥，陪你白头，你的幸福是我发。